好，今天我们要来特别关心到军武面歼20A 现在正式的亮相，亮出它的肌肉哦。那么中国大陆的空优进入了体系化战争的时代，今天我们会做一次比较深入的分析。先来看到它在2011年首飞到现在，其实已经正式满了15年。那央视也特别做了一个报道说呢，我们来看到是中航工业成飞罕见的公开它的多架的黄皮的歼20A 的试飞影片，也首度揭露了我们看到 CG 上面包括涵盖有人无人、内场外场科研验收在内，一共是5地实行的体系化试飞的一个组训。比较明显可以看出它的不一样是它的座舱后方有一个超音速鼓包的结构，据传可以让这个战机携带更多的燃油跟电子设备。那么军事媒体也特别做了分析，说歼20这一次的核心升级主要来自于它的航空电子跟指挥控制的能力，新增了机上的算力中心，就可以具备指挥第5代、第6代这个协同作战的无人机的能力。委员怎么看？首先我们看看它所谓的5地实行是什么意思？就是在5个不同的地点。然后这个5个是在5个不同的地理环境，可能是冷一点，可能是热了一点等等5个地点。那实行啦，就是刚才你讲的，有人无人内场外场科研验收等等等等有10个型的一个体系化的这种试飞。不过这个不是从歼20A 开始了，它事实上从歼20就开始，歼20是基本款，总共做了40架，歼20A。预计要生产400架，所以表示歼20A 才是主力。那现在又有歼20S，就双座型的，那要生产几架，目前还不知道可能明年度预算才会出来那这一个歼20这样的一个体系化这个不叫做什么10种不同的派生型号了因为歼20本身基本款的只有40架，大家顶多只能训练用的了因为不需要派上战场嘛。可是歼20A 一定是主力一定是主力那歼20A 有没有要改装成什么电子作战飞机产生什么歼20D现在言之过早言之过早。现在最主要的是要歼20A 要正式装备在解放军的空军，还有歼20S。因为也刚刚出来没多久所以歼20S 也还没装配到解放军的空。歼20S 是双座型的，歼20A 是单座型的。歼20S 这种双座型的，后面那个武器官在干什么？就指挥僚机而且这僚机是什么？就是美国空军所讲的 CCA 就是一种协同作战的一种无人机。那 CCA 就是我们平常讲的无人的战斗机的僚机用的要僚机用。所以这个整体来讲歼20就是一个确定已经进入可以装备到战场上、装备到军队里面来使用的这个可以说是第5代战机里面继这个美国之后最成功的一个布局。因为俄罗斯也有第五代战机，也有逆中战机可是它始终到底装备了多少，没有人看得出来它生产的架数没有到上百架，因为你一个机型没有几百架的话，你不可能形成一个大型的作战部队嘛。好，所以刚刚也有讲到说，它里面比较特别的一些特征，包括它有这个超音速的鼓包跟它的航电升级。马老师有怎么看？我想这个每一台战机在发展，因为它首飞是2011年，然后16年就开始服役，到现在应该是已经10年了。这10年里面会有很多的改进。那当然，电战系统会不断的增进，包含这一次它的这一代，就是它在这个雷达抗干扰，还有红外线追踪等等，它有很大的提升。但是我觉得，基础来讲，它的战力提升还是回归到妥善率的问题。然后它能不能够成熟的批次量产？因为现在看起来它服役将近300架，未来在2030要扩充到700到800架，就是大概 double 的数量。那现在它的制程非常的成熟就是特别是它的发动机 WS15，它已经非常完善的。那这个完善的机队跟比较单一化的这种大型军队，对他来讲，在实际上的运用会比较容易。那它的后勤补给、照顾跟所有的维修妥善率都会跟着提升。而这样的妥善率提升，事实上是一台有作战能力的战机非常重要的特征。
就是电站系统本来就会增加，但是它基础的这些机械系统、推进系统要能够稳定的运作，我觉得是大概是它这一波，我认为在未来会有战力非常重要的关键。好，刚刚我们看到的就是航空，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海面。另外一方面是中国的北方工业公司在最近一个防务展上面，我们看到他说呢，首次在中国的境外公开展示全新的这个是瑞沙石的武装无人水面艇。基本的小档案我们看一下 CG 哦，包括它的这个全长12公尺，排水量10吨，采用的是复合材料的船体，跟最大航速超过40节，作战半径200海里。现在说呢，这个火力配置是已经可以直接上战场等级的了吗？因为它呢的舰首配备了12.7毫米的遥控武器站。那么后方还有这个双停机坪等等，可以同时搭载无人的旋翼机。吕舰长怎么看？其实我们看到中国大陆有很多的装备出现在各种不同的防卫展上面。这一次是出现在杜哈国际海事防务展，但是这一些装备多半都是外销型的，就是它并不代表解放军未来一定走这条路，但是它其实也就是一个暗示。为什么说呢？因为我们以前比较少看到解放军发展这么小，也就是它只有排水量只有10吨的装备。那但是呢，它这上面虽然是有2个停机坪，可是它的无人机并不在上面。无人机应该是它这2个是可以打开的。那打开之后，它的无人机从里面飞出来，然后等到要降落的时候，它再降落。为什么？因为它的吃水非常浅，也就是它的浪很容易打上来。如果说它的无人机停在这边的话，一下就被打到海里头去了，所以它是隐藏式的。那至于说它有垂直发射的系统大家千万不要想说这个是红旗系列，不是，它是巡飞弹，或者是有另外一种翻译叫做游荡炸弹的这一种也就是无人攻击的载具，它是在这个位置上面。这个其实也就是从俄乌战场乌克兰的发展上面得到的一种新的一个概念那另外，其实我们真正要看的解放军它的发展到底是怎么样，也就是我们看的这个是东部战区释出来的影片，也就是它不是外销型的。那这个是虎鲸号的无人舰艇，在前年的这个珠海航展，我有亲自去看过这艘船。它这上面黄色的是征收系统，红色的是雷射武器，那这个白色的其实因为它后面还可以载这个无人直升机，也就是它的太康系统。那我们来看他们的暗示是什么？它的暗示也就是它其实是会在055万吨驱逐舰的最前端，作为一种哨戒之用。那另外，既然讲到无人载具的话，那在空中在水下其实都有。所以我们看到未来的战争，为什么我们讲到的是一体化，我们讲到的是体系化？因为未来最重要的是我如何的目获，那目获最好是我在对手之前目获。那这样的话，战场迷雾就陷在对手这边，因为我对于对手非常的了解，也可以全班的掌握。而且现在所谓的马赛克战，也就是我既是征收也是打击，那也就是所有的装备不只是无人机所谓的察打一体，绝对不是只是如此。所以我们这样子来看现在我们台湾也同时的在发展这个无人载具我们不要一次买太多为什么？因为这一种无人载具它的进化非常快，那我们现在一次买那么多，也就是我们未来是不是我们要提升它的性能的时候，我们要换代的时候又受到限制的。那其实我刚刚讲的也就是未来的航空母舰打击群，它的最外面也就是我框的这4个红的地方，也就是它的虎鲸号会在这个位置上面。不过我们再看最新的076 2栖攻击舰的时候，我们看到另外一件事情，大家都很注意它的这个甲板什么。我们看到旁边
其实旁边才是重点。旁边这个是什么？旁边这个也就是水下无人载具，所以我们要认定076，它本身可能就是水下无人载具的一个母舰。为什么？因为这种大型的水下无人载具，它可以放在它的屋舱里面，然后它可以泛水，然后让这一些无人载具游出来。